俄罗斯坦克进行了特殊的战斗准备，乌克兰也在紧急的调运各种军火。那么，俄罗斯面对乌克兰是不是占据绝对优势？敢不敢大打出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最近，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局面呢，还是在保持紧张，双方都在大量的调集兵力。这种几十万人集体对抗的局面，在海湾战争还有伊拉克战争之后，真是难得一见了。虽然联合国一致通过了北京冬奥期间休战的决议，但是很难保证冬奥前或者冬奥后不会发生什么。对于俄罗斯会不会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以及如何威胁俄罗斯，北约还有美国也是费了不少心思，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在美国福布斯网站上呢，最近有2篇这样的文章，其中一篇认为，普京呢未必要对乌克兰动手，理由是如果想占领整个乌克兰，那么俄罗斯是不太容易打赢的，因为乌克兰人口决定了俄罗斯如果想侵占乌克兰难度太大，1400万人口里边，俄罗斯民族只占20%，所以俄军在乌克兰没有足够的群众基础，能巩固好克里米亚，支持好东乌克兰民兵就不错了。另外，乌克兰这个地方又穷又腐败，俄罗斯拿到这个地方也没什么好处。这个理由呢，让我觉得作者很恶毒的把乌克兰说成了另一个印度。曾经有国内的网友说过，占领印度没什么意义，就如同炸飞一个厕所，得不到任何好处，连快感都不会有。而且作者认为，俄罗斯如果采取军事行动，也会让北约继续加强东扩，所以俄罗斯现阶段没有必要为了乌克兰和北约剧烈冲突。而另一篇文章认为，俄罗斯要在乌克兰取得很大战果也是有难度，因为现代战争中不敢采用兵力密集的进攻方式，这对俄罗斯来讲，那种大兵团集中进攻的战法可能就没有用武之处。而到处进行的小规模拉锯战中呢，乌克兰多年来一直建设的防御体系，大量的堑壕工事也会让俄军进攻受阻，而一旦进攻节奏放缓，俄罗斯的装甲力量、火炮力量就容易被各种反坦克导弹、无人机一点点消耗掉。乌克兰能够生产多种型号的反坦克导弹，而且美国还赠送了乌克兰几百枚标枪反坦克导弹。标枪这个东西呢，性能很不错，中国的红箭12就跟标枪非常近似，发射后不管，成像制导，从顶部攻击，毁伤效果还极高，没有任何坦克头顶上能扛得住。加上乌克兰最近还买了土耳其的无人机，打算用小型、低空、慢速这些优势，隐蔽靠近俄军发起袭击。而俄罗斯的反无人机作战系统呢，虽然在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冲突中击落过土耳其无人机，但是这些作战系统毕竟数量很少，根本不可能覆盖整个俄乌战场。所以现在看来呢，俄罗斯方面对此也非常担心。最近前线的俄罗斯坦克头顶上纷纷顶起了铁栅栏，目的就是让反坦克导弹命中的时候可以提前引爆，让破甲弹在一个并不合适的高度爆炸，那么射流威力也可以减少。不过这种方法面对一般无人机发射的普通导弹，这么干也许有效，但是标枪这种导弹的威力根本就不吃这一套。而重装备如果不能充分的发挥优势，俄军的整体作战态势恐怕也不会好。反过来，俄罗斯到现在还拿不出自己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如果要进行空袭，主要靠有人驾驶飞机，风险高不说，空军的制导弹药数量也不够多。甚至根据中国空军的使用反馈，苏30对地投放精确武器，打击精度还不如我们老掉牙的歼轰7。所以如果进入消耗战，弄不好自己吃亏也会很大。所以我觉得俄罗斯现在的做法是以威胁态势来确保东乌克兰还有克里米亚的安全，迫使乌克兰政府遵守上次战后签订的协议，重新制定宪法，组织选举，从而实现避免乌克兰整个倒向西方的情况。至于说要整个拿下乌克兰的话，以现在俄罗斯的实力，恐怕也已经玩不起。好，关于近期之内俄罗斯和乌克兰有没有可能发生一场大规模战争，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见。